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一说普京遭到无人机刺杀，乌克兰矢口否认，这难道是美国在搞鬼吗？5月2号的晚上，两架不明型号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被俄电子战部队及时的拦截和摧毁，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俄罗斯政府宣布呢，这次未遂的袭击是有预谋的恐怖袭击和对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未遂的暗杀，并保留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乌克兰政府呢，则矢口否认，表示自己专门保卫本土，没有兴趣去攻击俄罗斯。袭击发生以后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立刻跳出来表示，对俄方的说法持非常大的怀疑。这次无人机袭击事件呢是非常古怪的从军事角度来说，用2架低精度的无人机贸然的袭击克里姆林宫是不会什么效果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就在加强莫斯科的防空力量，克里姆林宫呢则是对空防御的重点对象，软干扰、硬拦截的装备密度都很大。俄军甚至把铠甲 S1 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吊上了国防部的屋顶，准备拦截乌方的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就算没有这些措施，克里姆林宫作为一座大型的宫殿，有着厚实的墙壁和复杂的结构，2架无人机携带的这种小当量的弹头也没有能力把它摧毁，更不要说能够杀死宫殿深处的核心人物呢。况且呢，普京也不一定住在里面了，所以这显然是一场为政治目的而策划的一种作秀，主要的用意恐怕是为了羞辱俄罗斯的军队和政府，进而破坏乌克兰和平进程。如果袭击成功，那就可以让全世界都看到俄军连克里姆林宫都保卫不了，并且俄国内的舆论呢就会更加激烈，要求对乌克兰使用更加强大的武力，和谈当然就会流产，就会无法推进。现在悬疑在于这次袭击是谁干的。从俄方发布的残骸的照片可以看出，并不是乌克兰方面曾经使用过的图141无人机的改进型。乌克兰呢也否认是自己发动了这次袭击。从此前的记录来看呢，乌克兰政府的表态呢还基本上是可信的。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设法用无人机和特工多次袭击克里米亚以及俄方纵深的目标，包括炸坏了刻池大桥，袭击黑海舰队的司令部，袭击俄空天军的战略轰炸机的驻地，袭击白俄罗斯境内的预警机基地，刺杀俄战略学者等等。乌克兰方面从不掩饰这样的袭击，每一次都公开承认，甚至还播放视频。这主要是为了打击俄罗斯方面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给西方国家一个交代，自己的战斗力不错值得西方国家继续援助那这一次袭击到底是谁干的呢？就在布林肯表态的时候，有人提问说，如果乌克兰决定自行反击俄罗斯的领土，美国是否会批评乌克兰？那布林肯表示，这些都是乌克兰自己决定的事情。既然如此，人们只能合理的推测，这是第三方势力打算破坏乌克兰的和平进程而采取的行动。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因为乌克兰战争遭受了损失。欧洲国家在经受着难民涌入和能源断供的痛苦，战区之外的国家面临着能源和粮食的涨价。中国呢，面临着美国要求加入对俄制裁阵营的压力。只有一个国家从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美国。美国利用乌克兰战争，再一次把欧洲和其他盟国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并且通过高价能源销售从欧洲得到好处。照此分析，这次袭击很可能是美国绕过乌克兰政府，动用另外的力量发起的。乌克兰境内有众多独立的武装，背后站着不同的后台，多数都是美国支持的，连泽连斯基也指挥不动。以美国的技术水平，制造2架看不出来历的无人机，在派遣乌克兰武装携带潜入俄罗斯的境内，放飞以后用 GPS 信号引导，低空穿过莫斯科的郊区和城区，飞往克里姆林宫，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俄罗斯地广人稀，安保难度很大，何况俄罗斯内部还有很多的反对普京、同情西方的人物。美国特工在俄罗斯安插内应，秘密的运输和组装中小型无人机，那也是很方便的。连乌克兰的特工都能顺利的出入俄罗斯，美国特工估计就更容易了。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已经有了和谈的意图。4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谈了很长时间。事后呢，泽连斯基对这次会谈做了高度的评价。
虽然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也是美国利益的代理人，但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或政治派系。很明显，泽连斯基背后的势力有和谈的打算。像这样的尔虞我诈，在西方政治里面是屡见不鲜的。相信俄罗斯政府和普京本人也不会轻信任何一方的表态，必然要经过一番调查。如果事实证明是某些美国势力暗中所为，得到了乌克兰内部、俄罗斯内部某些派系的协助，那就会引发一轮新的争斗和清洗，甚至把矛盾引向美国内部，那才真的叫玩火自焚呢。